偉大的6號 AC 米蘭的傳奇巴雷西去世了，他從去年起身體就一直不太好。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兒子，他的第一反應是巴雷西是誰？這也讓我意識到，這個在1997年讓 AC 米蘭史無前例地退役了他6號球衣的巴雷西，在年輕人眼裡已經很陌生了。而這個老 K 心目中史上最好的中後衛之一，只有1.76米的巴雷西，我覺得很有必要為他做一期紀錄片。喜歡支持的話，歡迎您點讚、分享、評論、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感謝您的訂閱。弗朗哥·巴雷西毫無疑問，他是足壇有史以來最頂級的防守球員之一。雖然他和德國足球皇帝貝肯鮑爾不是同一個時代，但許多人都認為他們在球隊中的角色和作用是類似的。而且他們所在的團隊，無論國家隊還是俱樂部，都是當年最突出的代表。所以這兩個球員能力都非常全面，但他們的排名有差距。在有些排名中，貝肯鮑爾位列第4，巴雷西位列第19位。而巴雷西最不可思議的表演是1994年那場著名的世界杯決賽，意大利對巴西。在美國世界杯，當時已經34歲的巴雷西，在小組賽第2場對挪威遭受了重傷，半月板撕裂。然後立刻緊急接受了手術，可短短25天後，重傷後的巴雷西竟然出現在玫瑰碗的決賽賽場，成功的凍結了巴西頭號球星羅馬里奧。所以熟悉體育的朋友一聽就明白，這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案例。後來他曾經回憶道，當世界杯剛剛結束的時候，我還沒有什麼概念。幾年以後，當我回看那場決賽，我才明白自己究竟做到了什麼。一個球員在小組賽半月板重傷，手術之後神速復出，還能在決賽踢滿全場，並且拿出極其出色的表現，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最後的結局異常的悲壯，120分鐘，意大利在完美的防守表現之後，巴雷西在12碼前射丟了點球，他的隊友馬薩羅和羅伯特巴喬隨後同樣失手。大力神杯在1994年屬於巴西，那也是老 K 自己總結的點球大戰定律最開始受到啟發的一次。隊長或者絕對球星或者後防線的領袖，為什麼在點球大戰不適宜出場？巴雷西和巴喬就是案例。但值得一提是，巴雷西早在1982年12年前就已經贏得過世界杯，而當時的他剛剛陪伴自己心愛的 AC 米蘭俱樂部，經歷了降級到意大利乙級聯賽像地獄一般的日子。所以即便在 AC 米蘭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他也從來不曾離開。那麼巴雷西和06年带領世界杯奪冠的中後衛卡納瓦羅一樣，身高只有1.76米左右，顯得比較矮。而且他的童年並不像後來那樣風光無限，而是充滿了各種坎坷、悲劇和戲劇性的反轉。他在自己的自傳《生而自由》中曾經提到過，正是童年的各種磨難，將痛苦轉化為後來的堅韌和決心。巴雷西13歲的時候，母親因病撒手人寰，而雪上加霜的是，4年後，年僅17歲的他又失去了父親。接連的噩耗讓巴雷西兄弟和他們的兄弟姐妹們在人格塑造最關鍵的青春期失去了父母的庇護，只能艱難摸索着長大成人。而像這樣人生重創，足以壓垮無數的年輕人。但對於弗朗哥和他的哥哥朱塞佩而言，如此刻骨的離別之痛，反而淬煉出了兩人非常堅毅的品格。弗朗哥·巴雷西後來說，我們的童年確實充滿坎坷，但我們把悲痛和不甘化作了自己前行的決心，抱着要抓住每一次機遇全力以赴的信念，一路走了下去。而他們好幾個兄弟姐妹只能在沒有任何長輩的情況下迅速長大，由年紀最大的姐姐露西亞艱難地維持着這個家。所以出生在布雷西亞平原一個叫特拉瓦里亞托的小鎮的農舍裡的巴雷西，家庭一共有5個孩子，從小生活就非常困苦。也正是那一年，成為孤兒的巴雷西和比他大2歲的哥哥朱塞佩·巴雷西一起前往國際米蘭青訓進行了試訓。而國際米蘭看中了身體條件更好的哥哥朱塞佩，並且留下了他。但弗朗哥·巴雷西遭到了無情的拒絕。國米青訓的官員認為他身材過於矮小，體格也纖細，根本不適合意甲這樣殘酷的競爭環境。弗朗哥·巴雷西的啟蒙教練塞坦布里諾將他帶到了米蘭城另一支球隊 AC 米蘭。在這裡，巴雷西進行了3次試訓，角色分別是邊後衛、盯人中後衛和清道夫。最後一次，他終於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位置。AC 米蘭從巴雷西所在的教區足球隊簽下了他，代價是150萬里拉，同時還加入了一項條款，因為當時巴雷西太矮，所以條款中規定，如果未來他的身高突破1.70米，
那紅黑俱樂部必須為多出來的每1公分另行支付100萬里拉。巴雷西最後的身高達到了1.76米到1.78米，可米蘭隊不會懊悔多付的那幾百萬里拉，米蘭內洛成了他的新家。巴雷西後來回憶道，當時我哥哥已經加盟了國際米蘭，而他比我年長2歲，我想跟隨他的腳步，因此我的試訓第1站也定在了那裡，但他們卻說你還是明年再來吧。不過當我的青訓教練又帶我去 AC 米蘭的時候， AC 米蘭選擇接受了我。當時的巴雷西只有14歲，但實際上他私底下一直是 AC 米蘭的球迷，他也曾偷偷的希望最終能夠前往紅黑軍團，對他來說能為 AC 米蘭效力是非常榮幸的。而對小巴雷西格外愛護的是青年隊的按摩師保羅·馬里孔蒂，這幾乎成為他第2個父親。巴雷西職業生涯第1個綽號小不點兒就是他取的。在有一場比賽後，巴雷西穿着一件鬆垮的米蘭球衣，足足大了2個尺碼，這讓馬里孔蒂忍俊不禁。後來馬里孔蒂幾乎和巴雷西同時被提升到1線隊。於是在加盟了各自的球隊之後，巴雷西2兄弟將家搬到了米蘭。作為弟弟的弗朗哥·巴雷西在著名的米蘭內洛基地開始了自己的青訓生涯，在那裡有着無數的意大利青年才俊，沉默寡言的巴雷西很有可能也會遭遇淘汰。他後來回憶道，當時的我非常害羞，我剛去的時候只有14歲，在那裡我看到了許多米蘭的著名球星，他們看上去就像是來自另一個星球一樣，面對他們我總是嘗試着避開，因為他們看上去都像是那種無法觸及的人。但隨着巴雷西逐漸的成長，他的能力飛速提升，他的專注和付出給球隊的教練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與此同時，巴雷西的哥哥朱塞佩也在国际米蘭站穩腳跟，成為了1線隊重要一員。於是巴雷西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標籤，被稱作另一個巴雷西。但隨着後來兄弟2人職業生涯的發展，這樣的綽號後來又被轉移到哥哥那邊。所以對巴雷西而言， AC 米蘭早就不只是一家足球俱樂部，而更像是一個新家。在他人生最迷茫最無助的時候，是 AC 米蘭為他確立了生活的方向和精神上的寄托。他自己說， AC 米蘭對我而言算是救命稻草，在我看來，如果當年留在家鄉，我大概率會一蹶不振，而換了環境去到另一座城市，給了我奔赴未來的動力和心氣兒，結識了新的朋友，也讓我慢慢放下了過往，我總能夠往前看。所以正是这份深厚的羁絆能夠解釋後來他和紅黑軍團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特殊的緣分。這一份情誼在2024年迎來了他們50周年的紀念。當年接納了這位悲痛少年的俱樂部，換來了巴雷西數十年不離不棄的忠誠，也鑄就了足壇一段最長久的相互守候的佳話。巴雷西後來20年的一線隊生涯全部奉獻給了 AC 米蘭，擺滿了陳列櫃的榮譽也堪稱足壇上的童話。6次意甲冠軍，3座歐冠冠軍杯獎杯，還有數不勝數的各種國內外賽事的桂冠。即便在 AC 米蘭跌入到谷底，降入乙級聯賽的至暗時刻，巴雷西的忠心從未動搖過。順境中我們相伴，逆境中我們相守，這樣的信念徹底奠定了他在米蘭的傳奇地位，也詮釋了現在的足壇已經非常罕見的俱樂部純粹的歸屬感。巴雷西說，我和球隊之間早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情感連接，我心裡全是感恩，即便曾經收到過其他的邀約，但我始終信任米蘭，不願意離開，哪怕球隊經歷低谷期也同樣如此。也正是這樣，巴雷西身披的6號球衣後來被俱樂部永久的退役，用這種方式來銘記他為米蘭輝煌的歷史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貢獻。1977年，17歲的巴雷西來到一線隊報到，以卡佩羅為代表的幾名老球員對他相當不待見。1978年4月，巴雷西在對陣維羅納的比賽中迎來意甲首秀，可老門將阿爾貝托西對他明顯缺乏信任。整場比賽，巴雷西的耳邊都回盪着阿爾貝托西的抱怨和咆哮：“你在做什麼？小心點兒，小不點！”可巴雷西忍住了回擊的慾望，他以出色的比賽內容回應，並且贏得了最終隊長里維拉的讚許。這個小伙子前途遠大嘛。1978年，利德霍爾姆接過了米蘭的教鞭，在清道夫的位置上，他考察了巴雷西，也曾經試圖讓經驗豐富的中場比貢回撤改打這個位置。在夏天的友誼賽上，利德霍爾姆進行了試驗，比貢踢上半場，巴雷西踢下半場。很明顯，巴雷西更加出色。隨後，巴雷西就成為防線絕對主力，從此世界最佳清道夫之一也就此誕生了。賽季末 ，AC 米蘭成功拿下冠軍，而即將退役的隊長里維拉要求俱樂部將5000萬里拉的奪冠獎金
分給年輕靦腆的小巴雷西，這是他當時年薪的4倍多。拿到獎金以後，巴雷西購買了一輛灰色的高爾夫轎車，而當時他才剛剛拿到駕照。若干年後，當巴雷西被問到職業生涯對他幫助最大的5個人，他給出的回答是里維拉、羅科、利德霍爾姆、貝魯斯科尼和薩基。是里維拉和隊友羅科幫助小不點兒獲得了一線隊的接納，而利德霍爾姆讓他拿到了職業生涯第1座聯賽冠軍。隨後貝魯斯科尼和薩基的到來讓他的職業生涯完成了躍升，從此開啟了 AC 米蘭的王朝。但巴雷西和薩基的關係也並非始終風平浪靜，薩基帶着一堆帕爾馬的比賽錄像帶上任了。據說他剛開始為巴雷西選定的參考模板是自己過去的球队同位置的悉尼奧里尼，這讓巴雷西哭笑不得。除此之外，巴雷西對新老板貝魯斯科尼的足球哲學也並不認同。貝魯斯科尼始終相信金元可以激發球員最強的鬥志，但是勝利，持續不斷的勝利彌合了所有的衝突。在薩基之下，足球歷史最偉大的一條後防線開始成型，馬爾蒂尼和塔索蒂各居一邊。巴雷西的搭檔最開始是菲利波加利，後來換成了科斯塔庫塔。直到他1997年退役以前，巴雷西始終是防線的絕對核心。薩基認為 AC 米蘭應該從壓迫對手、搶斷球權中獲得樂趣，而巴雷西就是薩基式的防守最完美的詮釋者。他的身高在後衛中絕不出众，卻有着驚人的位置感，總能出現在自己球門、對方進攻球員和皮球之間最合適的那個點。而巴雷西有着極強的瞬間爆發力，這讓他能夠進行果斷的上搶，能夠屢次在令人屏息的瞬間化險為夷。他將清道夫这個位置詮釋到了極致。防守的時候，他是門將以外的最後一名防守者，由守轉攻的瞬間，他又是第一個進攻的組織者。AC 米蘭的前主教練利德霍爾姆曾經回憶說，巴雷西18歲的時候看上去就已經像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兵了。所以正是在這位瑞典主教練麾下，1978年4月與維羅納的比賽，巴雷西得到了在意甲處子秀的機會，而他也同樣投桃報李，迅速成長起來。在隨後的賽季，他很快成為主力，並且成為最重要的球員。而且1978年的那個夏天，利德霍爾姆決定給巴雷西在場上最適合他的角色。在一次全隊訓練結束以後，利德霍爾姆告訴還年輕的巴雷西，說他是教練眼中自由人位置的首選。隨後巴雷西就在這個位置踢了差不多20年，但儘管已經成為球隊的重要一員，但他仍然因為太過年輕，經常被隊友們稱作小不點兒。當時的巴雷西沉默寡言，也沒有很大的名氣，但他從來沒有認為會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礙自己的職業生涯發展。他說，我認為我的身材矮從來不會是我的優勢，但我是個速度很快的球員，至少思維敏捷。我的善於思考、善於閱讀比賽幫助了我許多，這也自然就可以在不斷的比賽中去積累和提高經驗，對我來說是一種天賦。而後來長期在巴雷西身邊，他的老搭檔馬爾蒂尼也非常同意這種說法。馬爾蒂尼說，他不像斯坦姆那樣是個強壯而且速度很快的大塊頭，儘管巴雷西也有一定的速度，不過同時他也只有70公斤重，但是當你遭遇他的鏟斷，你就會感受到他的強大了。隨着巴雷西的職業生涯迅速發展，他的綽號也從小不點兒變成了弗朗茨大帝，這讓和貝肯鮑爾球風相似的他也有了一個類似的外號。那麼緊接着，巴雷西作為 AC 米蘭首發的第一個賽季，便同球隊一起拿到了意甲冠軍，而那也是球隊第10座聯賽冠軍。巴雷西在那一支球隊收穫了不少經驗，當時還作為球員的卡佩羅已經是職業生涯的暮年，而意大利曾經的金球獎里維拉也同樣如此。但對巴雷西來說，自由人的位置再合適不過。他極為出色的閱讀比賽的能力，令他能夠在破壞對手很有威脅的進攻同時，還能在攻守轉換瞬間起到重要作用。他能夠在後防線上通過站位、鏟球和攔截，隨後自己還能持球向前推進。這樣出众的能力讓他成為 AC 米蘭後防最關鍵的人物。他也用自己出色的技術和全情投入的態度贏得隊友們的尊重。他給自己提出非常高的要求，他說，因為人們都在仰望你，所以你的行為必須經得起職責、訓練、努力比賽的考驗。要和球迷們建立良好的關係，這是關鍵。在這些方面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在被問到巴雷西最崇拜哪一種後衛的時候，他的回答從一定程度上也展現出他對足球比賽的理解。他說，我喜歡像科羅爾那樣優雅、善於思考的後衛。所以是的，在體型方面有劣勢的巴雷西確實也就是這麼踢球的。用馬爾蒂尼的話說，巴雷西是個個子有些矮、皮膚有些黑卻又很強壯的人。
他能跳得很高。他在场上踢球的时候是每個人的典範。他不會大聲的喊話，但他比賽訓練的方式都像教科書一樣。對我而言，他就是一個楷模，是一個非常好的參考。巴雷西結合球的能力非常突出，真的很難找出像他這樣在防守強悍之餘，同時具備優秀的結合球技術的後衛。另外，除了擁有像中場球員一般的控球技術能力之外，巴雷西也是球場上的硬漢。每次他在場上遭遇傷病，他總能竭盡全力忍着傷痛不妥協，繼續為球隊戰鬥。這也是80年代、90年代老派球員的風骨。正如剛才說的1994年美國世界杯，那一次意大利和愛爾蘭、挪威、墨西哥分在同一個小組。第一場比賽，意大利輸給了愛爾蘭。那麼對陣挪威，對於藍衣軍團而言已經非常關鍵，球隊沒有退路可走。巴雷西在一次拼搶中意外受傷，他感覺自己的右邊膝蓋非常糟糕。而雪上加霜的是，門將帕留卡在禁區外用手觸球而被紅牌罰下，意大利不得不以10人應戰。這時候队長巴雷西的因傷下場，對球隊的影響是巨大的。但在他下場後，10人作戰的意大利憑借着迪諾巴喬在下半場的制勝球，奇蹟一般贏得了比賽。但當時對34歲的巴雷西來說，這樣的傷勢意味着這可能是他最後一場世界杯比賽。可強悍的巴雷西立刻決心要回歸世界杯。他坦言道：“我想同球隊在一起。”所以他沒有選擇回到意大利進行手術，並投入到對新賽季的康復治療過程，而是決定在當地立刻動手術。他後來說：“坦白講，我也沒有想到自己就能夠真的回到那屆世界杯的比賽中。”隨後，意大利在小組賽最後一場戰勝了墨西哥，成功晉級。淘汰賽以2-1的相同比分，接連戰勝了強大的尼日利亞、西班牙，又戰勝了史上最強的保加利亞隊，晉級決賽。而在受傷短短25天後，他們終於等來了自己後防中堅巴雷西的歸來。原本需要幾個月的康復期，竟然被大幅縮減到短短25天。所以，正如巴雷西所說，意大利隊表現得越好，就越是在鼓舞我要提高自己，盡快康復。儘管傷病非常不幸的到來，但實際上他的康復期從來沒有什麼固定的時間表，沒有人能預測這些。於是，一個真正的像鋼鐵俠一樣的巴雷西，決心從沒有動搖過。那一場決賽很自然地讓人們聯想起兩個隊在1970年世界杯決賽，當時巴西隊4-1大勝意大利。可是在美國，在洛杉磯炙熱的陽光下，意大利在巴雷西的帶領下頂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兩隊120分鐘均無建樹，只能通過點球大戰的方式來決定最後的冠軍。遺憾的是，巴雷西作為陣中第一個主罰點球的球員，卻把球罰丟了。當這位鐵骨錚錚的硬漢走回中圈的時候，球衣上已滿是自己的淚水。過去的25天，一切都促使巴雷西創造奇蹟，努力恢復，但無奈卻在最關鍵的決賽不得不面對這麼一個苦澀而諷刺的結果。但儘管榮譽滿身，巴雷西的職業生涯這種身處逆境的經歷絕不少有。像在 AC 米蘭經歷了自己的處子賽季成功之後，1980年 AC 米蘭遭遇了一次尷尬的降級。他們由於涉嫌消极比賽和踢假球，被意大利足協勒令以意甲冠軍的身份征戰意大利乙级聯賽。而此時的巴雷西選擇留守，和米蘭共進退。隨後的賽季裡，他們成功以意大利乙級聯賽冠軍的身份重回甲級，但實力已大不如前，隨後又再次降入乙級。這對於巴雷西這樣一位1982年世界杯冠軍隊成員來說，他理所應當的有機會為其他的大俱樂部效力，來保持自己的競技水平。但他從沒有這樣考慮過。巴雷西後來承認，比起當年，如今的球員們在面對這種情況會有不同的選擇，因為一切都不一樣了。當今幾乎不會有球員為同一家俱樂部效力15到20年之久。轉會市場的發展改變了一切。如今的轉會市場為球員們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他們也很難抵擋住這樣的誘惑。所以1982年，巴雷西做出留队的決定，當時只有22歲。AC 米蘭立刻意識到，巴雷西不僅有出色的能力，更有優秀的領導品質，所以球隊決定由他擔任隊長。巴雷西後來回憶，對於擔任隊長我沒有什麼問題，但在如此年輕的年紀擔任這個職務，看上去有些不尋常。1982年 AC 米蘭降入乙級，球隊需要重建，而我則成為了建隊的基石。1983年 AC 米蘭再度升入乙级，他們的重建之路頗為艱难。3年後，貝魯斯科尼收購了 AC 米蘭，在他雄厚資本的驅使下，米蘭終於開始大踏步的重建。他們將薩基任命為球隊的新任主教練，
又相繼簽下了古利特、范巴斯滕和里傑卡爾德，組成了荷蘭三劍客。三劍客和球隊中的馬爾蒂尼、科斯塔庫塔、多納多尼以及隊長巴雷西一起，重新為米蘭新王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米蘭城從來對於統治地位毫不陌生，無論是13到15世紀的維斯孔蒂家族，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斯福爾扎家族，米蘭城一直都像統治中心一般的存在。但对於足球來說，無論是薩基和荷蘭三劍客時期，還是後來卡佩羅率領的德塞利、博班以及薩維切維奇時期， AC 米蘭在足壇都有足夠的統治力。而這其中不變的就是巴雷西。由於 AC 米蘭擁有大量優秀的前場球員，這同時也令後防線要承擔的任務加重了不少。而正是巴雷西的坐鎮，讓米蘭的攻防形成一個整體。最好的案例莫過於1987到88賽季，整個賽季他們共丟了14個球。巴雷西为米蘭的突出貢獻，讓他在1999年還當選為俱樂部世紀最佳球員。2004年，他同貝利等人一起，在國際足聯成立100年之際，當選為在世的125位最偉大球員。2013年，他入選意大利的足球名人堂。而在1989年的金球獎評選中，他僅僅在自己的隊友范巴斯滕之後獲得第2名。他後來回憶：“我能排在范巴斯滕之後，這就好比已經贏得了金球獎。因為在那些年裡，他就像今天的梅西一樣。我曾經距離金球獎非常近，但沒有能贏得他，也不會讓我有什麼介懷。我相信貝魯斯科尼給我的那座金球更重要，更有分量。那代表了他和米蘭俱樂部對我的欣賞、認可和親近。”而國家隊生涯，他隨意大利拿到了1982年世界杯冠軍，但是同1994年的羅納爾多類似，1982年的巴雷西始終沒有出場記錄。而在意大利本土1990世界杯，巴雷西幫助球隊獲得第3名，同時入選該屆賽事最佳陣容。1994年世界杯最終憾負巴西，屈居亞軍。所以巴雷西也是足球歷史上第6位曾經分別獲得過世界杯冠亞季軍的球員。他的國家隊生涯開始於1980年，當時同時也是 U21 國青隊成員。他入選了意大利歐洲杯的大名單，還有2年後的西班牙世界杯大名單，但都沒有上場。不過在1984年奧運會，巴雷西在國際大賽有所表現，還為意大利國奧隊打入了1個進球，但最終意大利只獲得第4，也讓他錯失了奧運獎牌。80年代的意大利時任主教練貝阿爾佐特將他更多的視作一名後腰，而不是經常擔任的清道夫。雖然巴雷西也能勝任，但是在這個位置還有像塔爾德利以及巴雷西的哥哥朱塞佩·巴雷西同時與他競爭，所以巴雷西經常不是國家隊第1選擇，這也對他的出場次數造成了一定影響。巴雷西也因此錯過了1986年世界杯。但在維奇尼接任帥位以後，意大利有了很大的改變。維奇尼對球隊進行了改造，他將巴雷西放在了主力清道夫的位置上。1988年歐洲杯，巴雷西參加了意大利隊每一場比賽，最終幫助球隊進入4強。而隨後的1990年意大利本土世界杯，他毫無疑問已經是核心球員。那一次，意大利在他的率領下，自開局以來連續5場不丟球，時間總計超過了500分鐘，只有在半決賽和3、4名決賽中各丟1球，對手分別為阿根廷和英格蘭。尤其是和馬拉多納阿根廷的較量中，儘管斯基拉奇在第17分鐘幫助意大利取得領先，但阿根廷的風之子卡尼吉亞在比賽第67分鐘打入扳平進球，也終結了門將曾加自開賽以來的不丟球記錄。那一次點球大戰，第1個出場的巴雷西一蹴而就，但是多納多尼和塞雷納在之後相繼罰丟點球，意大利最終無緣決賽。後來在世界足球雜誌評出的100位20世紀最偉大球員中，巴雷西位列第19位，但許多人認為他的位次應該更高一些。而在意甲的米蘭德比中，他和哥哥上演了手足情深、足壇最動人的兄弟佳話。弗朗哥效力 AC 米蘭，哥哥朱塞佩身披國際米蘭的戰袍，兩人經常在火爆的同城德比各為其主。巴雷西說：“私下裡我們總是互相打趣，哪一方贏了德比，就由誰請客吃飯。”所以他倆年少的時候共同承受了喪失雙親之痛，兄弟二人的感情也越發深厚，也讓他們在職業賽場的德比對抗這份經歷格外的溫暖，令人感慨。親兄弟分別擔任2支球隊的隊長，還都踢出了一番好成績，這種事例太少見了。每一次賽前德比，雙方隊長交換隊旗的畫面，都是意大利足壇歷史上的經典名場面。這詮釋了競技對抗和骨肉的親情可以彼此包容、相互尊重。而這也正是巴雷西一直踐行的人生準則。巴雷西的出現改變了當時風靡足壇的盯人防守，開始推行區域防守。
這種戰術在 AC 米蘭從利德霍爾姆開始，此後也被薩基沿用。當時巴雷西的造越位能力對球隊至關重要。當時的他作為米蘭隊長，每次舉起手臂，幾乎就是球場上的半自動越位系統。皇馬的傳奇巴爾達諾曾經回憶道，巴雷西每次在裁判吹越位的時候都會露出笑容。像在1988到89賽季歐冠半決賽首回合 ，AC 米蘭在伯納烏客場1-1戰平皇馬，但是場面上完全壓制了對手。當時巴雷西領銜的後防線讓皇馬23次被判罰越位。後來皇馬球員們回憶，當時的 AC 米蘭球員們根本就不看我們，也不看球，他們的眼睛就只盯着巴雷西，這才是對自己真正領袖的尊重。而在1990年的歐冠杯決賽，那是巴雷西踢得最好的一場，他在场上无处不在，令对手們窒息。最終 AC 米蘭擊敗本菲卡，衛冕了大耳朵杯。巴雷西在球場上擁有一種獨一無二的風格，他非常強勢又威嚴，有時候冷酷無情。他撲向對手的時候就像一頭猛獸，倘若陰差陽錯沒有一下子搶到球，那場上那個依然控制着皮球的對手就慘了。每一次最終成功搶斷之後，巴雷西都會昂首離開，他的姿態宛如一名凱旋的角鬥士，充滿着陽剛而壯美的氣概。而且雖然矮，他的投球能力卻非常出色，組織調度更是高人一籌。向前持球推進的時候，一連串大步流星的奔跑充滿了力量感，而且極具觀賞性。所以巴雷西是 AC 米蘭歷史上最偉大的3位隊長之一。另外2位，里維拉是金童，馬爾蒂尼像貴族，他們都有英俊的面容和高傲的性格，從不妥協。可巴雷西的風格略有不同，巴雷西更沉默更低調，更像是一名集體主義者。同樣的，他在场上也昂首挺胸，從不屈服。巴雷西不像馬爾蒂尼那樣幸運，馬爾蒂尼的米蘭生涯幾乎完全和貝魯斯科尼時代重合，而巴雷西的上半場則充滿了痛苦和掙扎。他踢過2年的意大利1級聯賽，但這正如他的人生一樣，小年紀就同時失去了父母，離開了小鎮，來到了大城市米蘭。米蘭內洛後來成為他的全部。他率領這支球隊贏得過一切，穿過10號球衣，甚至上演過一次帽子戲法。對他最精闢的評價來自於足球圈外的德國名導演赫爾佐格。赫爾佐格說，在無球狀態下的巴雷西才是最好的，因為他知道如何閱读比賽。我真的希望能夠像他理解足球這項運動一樣，在我的電影作品中理解人心和空間。從1977年到1997年退役，巴雷西作為紅黑軍團出場716次。他退役後還擔任過米蘭的多個職務，包括執教 U21 青年隊，以及在20年擔任了名譽副主席，並且參與到青年队的發展工作。1997年，當黃昏出現在地平線上之前，巴雷西選擇掛靴。在聖西羅舉辦的退役賽上，巴雷西從貝魯斯科尼手中接過了一座象徵性的金球。2026年7月31日 ，AC 米蘭俱樂部正式發布訃告，弗朗哥·巴雷西去世，享年66歲。他的葬禮將於8月4日在米蘭的聖安布羅焦大教堂舉行，在場地容量允許的範圍內，儀式將會向公眾開放。意大利媒體建議 AC 米蘭將南看台命名為巴雷西看台。過去 AC 米蘭的舊將大因扎吉今天也發文悼念，回憶起當年向他索要球衣的往事。大因扎吉寫道，很多年前在帕爾馬，我有幸和你對阵，那時我身穿16號，甚至都沒有替補出場。賽後我向你要球衣，你看着我說，那你為什麼不把你的球衣給我呢？這句話很簡單，卻一直留在我的職業生涯裡。從那天起，每當有球員向我要球衣的時候，我都會像你對我那樣，先向他要他的球衣。我願你的精神和人格魅力留在我們每個人和未來隊長的心裡。再見，弗朗哥，謝謝你，永遠的紅黑心。前幾年已經去世的球王馬拉多納在自己的自傳裡也曾經談到過和巴雷西的對決。他寫道，我剛來到意大利的時候，所有人都很怕跟巴雷西對決。有一次比賽的時候，普拉蒂尼对我說，嘿，新来的那個，你更喜歡盘帶而不是傳球，對吧？那就讓我們來看看，當你碰上弗朗哥·巴雷西的時候會怎麼樣吧。我回答道，巴雷西誰呀？我得給他點顏色看看。2個月之後，聖西羅球場，那不勒斯對陣 AC 米蘭，我帶球過掉了安切洛蒂，把他晃倒在地，一切看上去輕而易舉。我本來以為可以一路帶球直奔球門，突然間有人從身後撲上來，轉眼間就以極其精妙優雅的方式斷走了我腳下的球。我心裡暗想，這個6號是什麼來頭？而他又把球傳給了塔索蒂，
然後對着倒地的安切洛蒂說道：“把他交給我吧，我来盯防他。”那就是弗朗哥·巴雷西，所有前锋都忌惮的球员。我這才意識到自己面前站着一名超凡的后卫。詹萊蒂會依靠纏搶來組織我，但是巴雷西甚至都不需要碰到我，就能精準地從我兩腿之間斷下皮球。有一次比賽結束之後，我向他索要了球衣，然後直接在聖保羅球場中間把球衣穿在了身上，這是一種敬意。巴雷西是我職業生涯中遇到過最偉大的後衛，所以老 K 今天用紀錄片這樣的方式向所有沒機會看過巴雷西踢球的朋友介紹他。他是意大利乃至世界足壇最後一位偉大的自由人。在那個年代，這個位置在足壇擁有正統的地位，甚至被視为最崇高的角色，因為它本身就意味着別人沒有的自由，也濃縮了那個時代足球正在發生的所有變化。在老 K 十幾歲的時候，這個有些禿頭、總喜歡把球衣拉在外面的老男人，只要踢起球來，有一種特別的美，那是只有男人才懂的美。再見了，巴雷西，願你安息。